好，我们今天接着来讲一个小技巧，就是在 C4D 中怎么去替换它的那个启动画面。好，我们双击我们这个启动 C4D。好，这个是官方默认的这个一个国外的一个视频啊。例如我经常做这个视频动态，我想把我自己做的这个视频作为我这个启动画面。那感觉会不大一样，对吧？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在里面，而不是别人的一些东西。这个应该是从25 Maxon C4D 的 R25好像是开始，它有这个动态这个视频画面，它就可以自定义一个这个画面视频啊。当然你也可以是一个不动的这个图片啊，当然也可以啊，但是你要把它在吸盘，默认这个是你吸盘的这个安装的这个目录里面 Maxon 这个对应的版本，对吧？我这里是安装了挺多版本的。好，我来打开来看一下，这个2024，然后我们在这个 Resource， 对吧？ Modulus 这里。然后这里有个 GUI 这个，然后它里面有个 Images， 好，这里面就是现在我这个版本里面的这个画面的使用到的这个动态视频。注意看啊，是在 Program 里面你的 Maxon 2024 Resource Modulus GUI Modular， 然后 Images 这个完整的这个路径啊，就是这个。好，我们打开这个播放一下这个。好，这个就是使用到的这个视频，对吧？就是这样一个视频素材。好，我们这个时候你想替换，例如我把这个替换成我自己的。好，我们打开这个 A1， 然后我们在 A1 里面去编辑啊，因为我比较习惯用 A1 去处理一些东西。当然你可以直接右键导入啊，这个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要去找那个位置啊。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把这个打开这个对应的这个位置，我们把它放过来。好，这个我们知道它这个尺寸，对吧？1452718，然后它这个帧率是24帧啊，它这个然后对应的这个什么码率，这里应该是显示不了的啊。它这个画面就是这样子的，大概就是3秒啊，它用的是3秒的这样一个画面。好，我们这个时候导入一个自己的一个素材啊，我这里有一些我自己平时做的一些练习的一些成片输出，对吧？你就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你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你可以把它替换。好，我们这里可能是素材有点多，然后它这个就会比较慢，也有可能是硬盘不给力啊。好，例如我们这里找一堆我觉得比较好看的，就是要找一些好看的啊，不要找一些难看的。我觉得这个挺有这个设计感的。好，我这个，然后我把它这个放过来，然后我把它适配一下它这个宽度 ，fit to canvas。好，那这个时候就是当然我这个当时渲染的精度不是很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是很好看的。好，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画面，对吧？这个时候我这个长度、尺寸，然后这些帧率啊，都是按照我们现在它原有的这样子来的。好，我这个时候因为这个 A1 2024还是2023开始，它是可以不需要用 Media Encoder 去导出的啊，它直接默认就可以导出这个 MP4 的。啊，我们直接用自带的15，那个码率是15 Mbps 默认的这个哈，我们不需要高码率啊，高码率的它播不动的，它会卡的。我们用这个比较低的这个 GUI Modular Images，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导入了这个，你不能直接这样子去替换的啊，因为它已经在调用了啊。我先改个名字，等一下稍后再去修改。点保存，点渲染。
好，我这个时候可以关掉 A 了。好，我们这里有2个画面啊，我这里是刚才导的，我们把这个，你要备份啊，例如我这个你还要你就把这个名字改一下，例如这个改成其他的啊，例如 module 000，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 SysD 的这个2024.5，好，这个时候就替换成我这个自己的这个视频素材了啊。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在 C4D 中怎么去替换启动画面，对吧？怎么去找到这个文件，怎么去 A 里面去替换导出啊，这整一个操作流程啊，给大家录制一个小视频啊。有些哥们可能他可能就是遇到这个输出的这个尺寸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就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啊，它整一个替换的这个过程，好吧？这里是德宝动态设计啊，这里是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知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